旅行、摄影，是照片更重要，还是经历更重要？请您戴好耳机，调直座椅后背。北极大冒险正片马上开始。大马墨本环球跑东一角西一角，这次出门是采风摄影北极全景摄影团为期2周在挪威峡湾的行程。摄影团结束之后呢，又去冰岛转了个圈。话说啊，挪威、冰岛这2个地方对我来说是太陌生了，和我现在居住的墨尔本正好是地球的大对象。地理上的遥远让我对这2个国家可以说是知之甚少，当地的生活、文化、风俗之类完全是一片空白。对于这2个国家的了解呢，只限于电影，还有那首《挪威森林》，还有旅行杂志的封面。在经历了痛苦的长距离20多小时的飞行之后，飞机终于降落在挪威特罗姆瑟，这个在欧洲最佳观测极光的城市，开始了我们采风摄影团的追光之旅。终于下飞机了，坐了20多个小时，但是觉得有点不对劲。这飞机场整个就我一个人穿短袖，外边只有2度。作为此行的第1段，体验峡湾最好，我觉得就是使用传统维京人的方式来感受北部峡湾的生活。叫伦勃朗号，大概是从上个世纪呢就是一艘渔船，然后现在呢把它变成了一个动力帆船，就是在这个船上这个1周的时间。伦勃朗号在1994年和2011年2次进行改装，加装了先进的电子导航设备，在挪威北部、斯瓦尔巴、格陵兰岛、冰岛专门进行探险的航行。终于上船了，哇塞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。嗨，海子安，我的妈呀 ，Number 2，这就是咱们的。然后你看这个屋子里足够小，哇塞，行李看来只能放在洗手间了。这个床是斜上铺和斜下铺。Outside, it's not too bad to be honest. It's quite good. There's visibility. It's not raining or snowy, and it's just 1 degree above zero, so not cold and not too much wind. So not too bad compared to yesterday afternoon and evening. 这艘3尾6帆的动力帆船本身就是一道风景，对海洋的征服一直是男人的浪漫。小时候在大航海时代游戏里边享受自由自在的乐趣，在游戏里想办法升级自己的船，以便能探索到更远的地方。这次有机会乘坐这艘中古的帆船游弋在北大西洋，也算是圆了一个曾经的梦想吧。跟那种几百人在船上吃了睡，睡了吃的大游轮不一样，伦勃朗号在天气和风向合适的时候，我们会亲自扬帆。现在要打开第2个风帆的帆绳，大概就这个位置。现在我们就是在开放海域满帆航行。帆船一打开之后是斜着走的，
坐游轮的好处就是每天起床的时候，窗外的景色都是新的。我们一路从挪威北部顺着西南方向这个峡湾方向行驶。挪威北部峡湾在北纬68度左右，正好在极光带所在的区域。极光出现的频率非常高，只要是晴天可以看到星星的日子，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极光。但是这一路天气总是跟我们开玩笑，白天甚至到了黄昏的时候天气还好好的，但是到了天黑以后就开始阴天。广播突然就响起来了，说现在外边有极光，啥也不说了，穿衣服。只有头灯一亮，到山顶上一个没光的地方，云层变得越来越厚，所以今天晚上拍极光又没戏了。按音乐吧，现在回船睡觉。就是在我准备放弃，我都一只脚准备踏上船上了，回头看了一下，看了一点点，然后再抬头，发现天空开了一个洞，然后特别亮的一片极光，天空的洞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到后来整个天空都开了。极光是太阳风释放出来的带电粒子，被地球磁场引导带进大气层，然后在高层大气碰撞空气中的氮原子和氧原子产生的发光现象。这是我们能看见地球磁场的方法，也是人类在地球上产生的原因。在北部峡湾顺利地拍到了极光之后的行程呢，就轻松了太多。我们继续感受北极。想知道北极和南极的区别吗？如果说南极是波澜壮阔的那种震撼，那北极就是小家碧玉的秀美。南极的代表动物是目光所及之处是数以万计的企鹅，北极的代表呢就是几天都碰不上一头的北极熊。当然了，在挪威的峡湾是见不着北极熊的，那得在更远的格陵兰和北部的斯瓦尔巴。但是呢，您可以看见它的近亲。接下来我们一行开拔前往世界最美渔村的罗夫敦，这也是让全世界摄影师趋之若鹜的地方。罗夫敦群岛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儿：鱼。吃的是鱼，拍的是渔村，住的是鱼屋。为什么挪威人这么依赖鱼？寒带的气候造就了峡湾独特的地貌，还有海中大量的这个鱼类。所谓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在发现石油以前挪威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渔业和林业，沿海的渔村呢也就成了挪威最具特色的景观。但是那个味儿鱼在我们这次旅行中无处不在，独特的鱼肉汉堡，还有味道鲜美的三文鱼生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只有鱼的鲜味，好吃。路上拍摄有当地特色的晒鱼架，上面呢晒的是硬邦邦的鱼干。罗夫敦冬天风大，而且气温呢始终维持在0度左右。只要把鳕鱼去掉头，切开晾在架子上风干，既不会腐烂，也不会冻坏，可以在常温之下呢保存很久。想吃的时候呢，用水泡过之后，就可以恢复几乎原来一样的口感。今天晚上就吃这个了。
这玩意儿晒干了以后像木头一样，甚至有饭馆把它做成吊灯当装饰品。最有名的一个拍摄的景点，在 Lonely Planet 那个封面就是这个景点，所有的人都在这拍照，风光老大爷，然后还有手机的萌新和手机大姐都在这拍照。然后我就想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相机。佳能，哦，尼康850，这个是 D850，这位小朋友用的是索尼 A7R4，看看啊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索尼 A73，现在是业余选手，手机党啊，尼康。你看看，所以你看啊，尼康哦 D500，索尼，尼康 D850，佳能就一个，啊，剩下就是索尼。看来是风光拍尼康拍风光还是有挺大的一个占有率。因为挪威这边物价非常高，租车的话，10个人的车的价钱跟50个人的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租了这个50人的大轿子。然后1人1排，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自驾的，尤其是在冬天，因为这边的路况非常的复杂，是山路不说，而且路非常的窄，看起来像单车道一样，但实际上它是2车道，而且赶上下雪的时候路又滑，所以呢，如果大家以后来挪威的话，找当地的旅行团。挪威极地圈荒岛的美景，只有到过的人才知道，在不远的范围之内移步换景，但是能不能拍到好照片，还得看运气。结束了挪威的行程，准备前往冰岛。听名字就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，这个漂浮在北大西洋的小小岛国，汇聚了火山、冰川、冰洞、黑沙滩、瀑布等等地貌。所以这里被旅行探险、摄影师、户外爱好者被称为最值得去的地方。窄道飞石，这就是边的，然后还送你一把贴心的雪刮子。冰岛这地方如果用美来形容，那就太委屈它了。冰岛呈现的是四处可见的强烈对比。著名的景点黑沙滩，到这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危险的标志，而且这危险的标志到处都是。是的，危险，真的不是危言耸听。冰岛虽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，治安良好，但是大自然无处不在的隐藏着的种种危险。冰岛极端恶劣的天气更是让环境险象环生。冰岛这些个著名景区里边，没有一个是省心的。黑沙滩和它的玄武圆柱就算一个，也许前一秒还得专心拍摄，后一秒大浪就把人卷入浪中，被打湿衣服和相机，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。关于安全还有很多要嘱咐的。第一，永远不要低估冰岛看似温柔天气的这个杀伤力，伞是没有用的。重装的防水防汗衣服，这才是最基本的保障。非常的第二，自驾不可以瞎道行驶，不要试图驾驶普通的低底盘车辆进入非行驶区域。多高的底盘才行，您自己看。如果去冰川徒步，所以一定要雇佣专门的冰原车辆。第三，在冰川徒步必须穿着专用的冰爪，而且跟随专业的向导，防止跌入冰缝和滑倒。The danger of this place. 讲真啊，我不是一个风光摄影爱好者，我甚至不喜欢风光摄影这个题材。虽然糖水片有时候也忍不住会拍拍，但是相比反复去同一个地方等待好光线、等待好的霞光，我更喜欢在平常或者是陌生的环境里边找到不一样的视角和题材。冰岛这种像孩子脸一样的天气，正好可以满足了我这种品味啊。
再重申一下啊，即使您像我一样是这种极端天气的爱好者，但一定需要有备而来，尊重和敬畏自然，冰岛肯定不会让您失望。身后这条漫漫无际的路就是冰岛最著名的一个景点，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死了2个人，就迷路回不了自己的车上，然后活活的。在很多的风光摄影、极光，包括婚纱人像大片里边，你都见过这个景点啊。一个运输机在很多年前是迫降到了海滩上，但是这个景点从这儿开始到我后边茫茫的这条路，大概要4公里。你走的话，来回腿快的也要1个半小时。有人告诉我说这地方你必须要看，但是也有人说这地方无聊的透顶，值不值？只有自己去了才知道。走，这个纠结的决定让我拍到了整个行程中最让我沾沾自喜的一张照片。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有限，卖个关子啊，留到下期聊聊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。下期节目呢，我还重点介绍北极之行我所带的器材使用经验，尼康 Z6Z7 还有 Insta360 One R， 分享怎么拍摄极光。如果大家关于器材和挪威冰岛拍摄有什么想要了解的，也请在节目下方留言，我在下期节目中一起奉上。再次感谢尼康 Insta360， 让我们有机会身临其境。正好做个广告啊，如果哪个厂商品牌想跟采风摄影生活杂志一起玩，欢迎私信联系。感谢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，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